好，各位们好，我是抖买买。2025款蔚来 ET5以及 ET5T 的巨大改进，唯一的不同就是处处不一样。这一次试驾会安排在了海南的万宁啊，离上海过去特别远。为了去拍这两台车，我早上3点多钟就起床，6点半就起飞了。就为了这个，你们视频不得给我点个赞吗？上期视频快速的过了一遍外观变化，月辉银的配色标配双层玻璃，HUD 标配了，后排座椅加长舒适了，脚能塞进前排座椅下方了，改了老款所有的槽点。更大的改进来了，是驾驶，他们把衬套换成了液压衬套，同时标配了 CDC。是的，2个5，史诗级的拥有 CDC 了，每秒1000次的路面感知，100次的阻尼调节，有啥效果呢？一个非常典型的工况。过减速带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 ET5 竟然车身几乎是平的过的，这个不像 ET9 一样，它有全主动悬架呀。尤其是后轴过去的时候，垂直晃动的意志非常出色，全靠新的衬套和 CDC 的快速调节。作为对比呢，我当时在海南租了一台 Model 3的换新版标准续航，2000公里的新车，轮胎都是原厂的。反正呢，这车比 ET5 便宜吧，过这个坎的状态比 ET5 差也很正常。大家看一看对比，就知道全新 ET5 和 ET5T 改了之后，到底在舒适性上提升了多少。实际开起来呢，在一些比较需要激烈驾驶的路段，包括路面的伸缩缝啊、小坡啊，抛跳的减少可太多了。这是相比前作我觉得最大的改进。我之前其实买过一台蔚来 ET5，最大的吐槽就是在大的飞坡的时候后轴不平衡，直接导致翘起。我当时也发视频去骂过。那这一次呢，改进挺好的，这才是最大的改进。车是用来开的啊。还有呢 ，ET5 以及 ET5T 都提供了 EP Mode， 这是横屏设计 ，UI 全新设计的，更加适合横屏。仪表盘界面也有3种配套的样式可以选择。车机额外提供前后电机的温度显示，刹车盘的温度估算，记事表。对于喜欢跑山的用户来说，他们还做了分享路线、组队出行的功能，并且跟导航直接结合起来了。这是要有一台蔚来就要有很多台蔚来的意思啊。这个 EP Mode 呢，也提供了弹射、赛道、漂移等多种模式。弹射不用多说，字面意思。漂移模式下，5档位牵引力控制调节，5档位限滑调节，在封闭的场地里面，你可以循序渐进的让车尾滑动起来，这可太快乐了，谁能拒绝好玩的车呢？当然，在 EP Mode 的模式下，前后减震器的阻尼压缩以及回弹都有10档可调节。你要是不懂，他们也提供了日常、低附着、赛道路面等3种不同情况的预设。未来在整个底盘的预控制器都是自研的，以前想做舒适刹停的时候就能自己 OTA 一个，很多企业要求供应商来配合的，最后呢说要做，结果就没有下文。到2025年，蔚来甚至直接给用户开放自定义需求了，这就是自研企业的能力啊！舒适刹停以及4D领航依旧标配，这个东西呢就是前面有几台车都走过这个路，它标记了这个路的起伏，于是下一次再有车来到这的时候，自动调节 CDC 的电流，匹配更舒适的通过。蔚来全系包括老款车型都有这个能力。转向呢也进行了改变，转向手力的调节中心区更加的跟手，低速挪护的时候回正力恰到好处，不用去逮着。方向盘打死之后也不会出现一些车的僵住不回弹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日常驾驶路面上的一些细碎的震动，方向盘基本给隔绝了，不会在手上你明显的感受到。这可是有转向柱的车啊，不是179那样的全线控转向啊。调得非常棒，刹车系统还是蔚来的自研4活塞刹车，跟 ES6 以及 EC6 呢是一样的。有些车卖40多万了，这么老重的车了，他们还在跟乐道一样用浮动卡钳，所以买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还要仔细看看的。蔚来在这些你不容易注意的地方也不会减配的，而且拆开来这个卡钳就知道，它的刹车皮的大小也是比同行要大的。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高端车企的操守。在这个卷价格的时代 ，NIO 在持续的思考高端车主们到底在乎啥，给 NIO 一个机会看一看蔚来的进步呗。好了，说完驾驶，我们再聊一聊2025款全新蔚来 ET5 和 ET5T。2021年12月18日，苏州 NIO Day 上，蔚来正式发布 ET5。在那个时间点，人们看到的是一台原创优雅的小钢炮。门店看车一度要排号，排到200号都很正常。可惜当时因为疫情，供应链是混乱的，下单到提车的时间超过了半年。蔚来呢之前从不公布订单，但是坊间传闻一直都有10多万台订单，实际的退订率非常高。2023年6月 ET5T 发布，当时行业普遍认为旅行车只有键盘值是无人买的，你买我推荐，我买我不买。蔚来做了一件极具创造性的事情，同价震撼了市场。ET5T 取得了与它产品力所匹配的订单，也引领了一堆厂商去模仿造一个旅行版车型，连旅行版周边的改装市场都火热起来了。就不说别的，拓乐的那个箱子多卖了好多个。2025年5月25号，也就是今天，全新改款 ET5 以及 ET5T 双车同时上市。大家喜欢的月辉银大哥专属色彻底没了专属感了，下放 ET5 也可以选，
新增远空紫配色，非常淡雅的紫色，强烈阳光下甚至都不好拍，但是实车足够美，未来在搞颜色上从来不用担心。两台车的外观都向大哥 ET9 靠拢了，更加凶悍的前脸，弹出式的黑色扰流器，尾部提供利刀式样的扩散器，凶悍的性能一眼就能看到。侧面看这两台车比例完全对，没有奇怪的拉长破坏原本协调的尺度。玻璃跟 EC6 以及 ES6 一样，都是双层镀银的设计，其实以前也是，只不过未来不宣传，觉得玻璃的基操就该如此。其实不是的，对于别的企业来说，它不宣传一定就不是。ET5 的车顶大天幕 1.28 平也是巨大，双层夹银，并且加入了红外阻隔层，隔绝 90.9% 的紫外线以及 99% 的红外线。反正呢，属于背刺贴膜店老板。轮毂呢，这次更新了好几个，试驾车提供的是20英寸5幅风速轮圈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轮毂，双色插片设计，看着像碳纤维，其实不是，这就对了啊！你轮毂搞碳纤维蹭了我多难受啊！塑料特别好，维护价格便宜，而且有一定的降低风阻的效果，还能透出来一点卡钳。ADB 后向大灯是升级的，之前 ET5 是没有的。我现在在开启咱们的远光灯啊，这是一个远光灯的一个开机动画。对，还是很明显的。这个利用激光雷达以及视觉摄像头去识别前方的路况，会把前方的车辆抠像出来。这样在照明不足的小路以及高速公路上，其实车辆开的是远光灯，但前车被抠像了，也不会觉得晃眼。因为感知能力强，所以对于黑暗道路中的自行车、行人也能识别与抠像。骑着自行车的人甚至能照亮自行车，而只抠像上半身。又因为是像素大灯，也能实现光照随动。要是别的公司就变成我们能让光线转弯了。未来还是尊重物理的，没有瞎说。车顶激光雷达继续标配，从2020年开始引领行业的设计，激光雷达放在头顶。不同的是，未来用的是成本高昂的1550纳米激光雷达，对人眼更加友好。业内呢一般用905纳米，905纳米的激光雷达接收器可以直接选用价格较低的硅材质，因此呢成本可控。但是在1550纳米的波段，大部分光在到达视网膜之前就被眼球的透明部分吸收了，因此呢降低了视网膜的损失。但是1550纳米的激光雷达无法采用常规的硅吸收，需要更加昂贵的阴加砷材质，在价格上较905纳米的激光雷达会贵出很多。这其实也是未来作为高端车企的操守。这个激光雷达此前 ES6 跟 EC6 的发布会演示了一个场景，在黑夜里放一个黑色轮胎，在这种只有 3% 反射度的场景下，激光雷达依然可以对飞镖的轮胎进行刹停，这就是端到端的 AEB 软硬结合的能力。同样也标配了一颗 ET9 的同款 4D 成像雷达，全天候感知能力更加出色，穿透能力更加强，受雨雪天气的影响更小。这个在大雾天气的识别尤为有用。反正激光雷达也好， 4D 雷达也罢，有比没有好。没有的车企主要还是成本问题，以及现阶段还是辅助驾驶。尤其是驾驶员在为能力兜底的时候，你的 corner case 并不一定被那么容易看得出来。但是等到自动驾驶时代，等到 L3、L4 真正用起来的时候，就真的不一样了。充电口依旧是直流口一个，如果需要交流充电，则需要选装一个车载充电机。按照 ES6 以及 EC6 的策略，估计是免费选装的。如果不要交流口的话，未来会提供5000块钱的选装基金。毕竟一个 Nomi 才4900块，一个流媒体后视镜才3800块，老款车主都不曾用过交流口，也没见他们说车开不了。高端品牌啊，还是要有能力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的，尽管会挨骂。尾部的扩散器利刀设计，是的，这个扩散器真的有用，你有做东西不会搞花拳绣腿的。如果需要拖挂房车，依旧可以选装拖挂资质。我知道选的人很少，但我提醒一句，这个东西选装了，行驶证就有拖挂资质了。同时，未来会强化后梁，应对拖拽。这个隐藏式的脱钩方案也是 NIO 最早弄出来的，平时呢不影响颜值，需要的时候放出来就好。进入车门之后，继续家族化的设计，电容式的门把手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车门就会轻轻弹开。标配电吸门，前排玻璃改了双层，老车主泪流满面，终于改了一个小太阳。好的。OK， 哎，这样可以。稍等啊，稍等一下。好的，我这里读数这是单位是啥呀？这个大概是瓦。瓦是吧？对。那会2万，哦，2万多。对。Hi Nomi。我在。升起左边车窗。车窗关了。哦。93.3，牛逼！而且呢，还是 IRPVB 的，90.9%的紫外线隔绝，90%以上的红外线防护，不晒。进门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新款方向盘设计，来自 ET9 的实体按键，手感好。
360以及驾驶模式可以在方向盘上切换了，中控屏改成了横屏，跟 ET9 以及 ES6 都一样了。Tandem 双层串联 AMOLED 的屏幕，相比于传统的 OLED， 其亮度提升了1600尼特以上，寿命延长了4倍，同时能耗降低了约20%。苹果只在 iPad Pro 这个级别的平板使用此技术 ，Neo 还是车规级的，成本高昂。操作系统也是 CEDA 操作系统，流畅的横屏操作依然提供了仪表盘，10.2寸的 HDR 仪表盘，2K 分辨率继续保留，比老款看起来也更加薄了一些，并且仪表盘也支持地图显示了。另外呢，日常驾驶的时候，中控屏也可以提供车道级的导航。然后就是大更新，支持 HUD 了。为了塞下这个尺寸巨大的 HUD， 他们全新设计了仪表台，顺带把上一代因为仪表台高度问题让你觉得坐姿很高的 bug 给解了。塞入了 HUD 系统，3分屏设计，导航、速度、辅助驾驶都能显示，盲区影像也能放在 HUD 中显示，上代的痛点大改进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HUD 的盲区视角要比转向灯的盲区视角大3倍，这个是无可比拟的价值。我们在学驾驶的时候都要看后视镜的，甚至有的老司机要回头看 shoulder check。无非呢就是追求更小的盲区，现在科技改变世界，标配通通标配。怀档设计释放的空间，现在可以把双50瓦充电器放在前排了，还是风冷的充电板，充电的过程中温度也不会升高，带来很好的无线充电体验。门把手的扬声器贴了 Dolby Atmos， 告诉你支持杜比全景声，低音单元换装了更大的功率， 7.1.4 真杜比全景声。扬声器的盖板也换了个闪亮的不割手的，还是高端车企在 CMF 上的精进。光谱式的氛围灯还是得以保留了，门板处的氛围灯可以双色撞色调节，支持主色以及辅色设置，可以进行混色显示。车顶高配 ES6、EC6 一样的丝绒，低配呢是织物，这个呢就是要选装的意思了。考虑到33.8万跟29.8万这4万块钱的差价 ，ES6 能标配的东西 ，ET5 却是标配不动啊。Nomi 跟 ET9 一样，换装了全新的 3.0 版本，可以跟你玩石头剪刀布，传动方式也进行了改变，所以你拧 Nomi 的头也不会拧坏它，反而它会跟你进行交互。说真的，我的脖子会坏掉，别再扭我了，我还不想回厂维修，我生气了。前排座椅一体式的运动造型 Ultra Fit 超级贴合，有 ES6 以及 EC6 的感觉了。表面 Neo L 层跟大哥 ET9 一样，坐垫造型由1段式改为2段式，大腿承托更好了。臀部呢还给了张受力分布图，大大的提升。ES6 和 EC6 标配了 Napa 座椅，而 ET5 和 ET5T 则默认 Haptex 选装 Napa。毕竟现在 ET5 只能定在29.8万了，确实送不了。座椅缝线也是 ES6 上那种叶片脉络的纹路，这样的好处是真皮也不容易起皱，座椅按摩依旧隆起巨大，绝非别的品牌那种蜻蜓点水可比。都叫座椅通风 ，ET5 用的也是吸风式的样，通风风量是别人的2倍，所以都叫一个名字，高端车企给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。流媒体后视镜应该还是要选装，复用的智能驾驶800万像素摄像头的画面，因为智能驾驶需要在云雪雨雾里依旧保持画面清晰，所以自研5纳米神机芯片会提供流畅清晰的算法，这样一套高码率视频直接在流媒体后视镜展现，这就是未来技术的体现，复用而且效果好，夜晚能看得清后面车人的表情。同时，因为神机算力强，所以未来的后视镜画面以及侧方面的画面颜色都是正常的视觉颜色，不需要为辅助驾驶妥协。有的品牌那种黄色的画面，外加视角奇怪、像素低、高下立现。如果你不想花3800选装也没问题啊 ，CEDA 操作系统支持流媒体后视镜那种常态化显示在桌面上，给你提供一路清晰的视觉。我建议选啊，尤其是 ET5 车主，本来后窗就小，选一个挺好的。后排座椅也进行了坐垫加长，让大部分人的大腿都不会悬空，同时在前排座椅下方抠出了一点空间，后排的脚可以塞进前排座椅下方了，这样座椅会更加舒适。这也是相比老款车型的巨大改进。其实5和5T 的后排腿部空间一直都是够的，但是老款脚不能塞进去，大腿的角度不够自然舒展。前排座椅后背使用了 Mag 加吸附锚点，也就是说乐道萤火虫的一些功能附加组件都可以通用了。我最喜欢的是纸巾包，当然有朋友喜欢的是 iPad 的磁吸架子。这个架子可以吸附手机以及 iPad， 不过还是不建议开车的时候使用啊，毕竟这是一个后装件。头顶大天幕2层镀银，紫外线隔绝率 96.9%， 红外线隔绝率 99%， 而且颜色基本保留了本色。很多车企的顶层天幕颜色会是绿绿的，视觉效果廉价。后排座椅依旧提供424比例放倒，完全放倒之后容积高达1687升，不拆轮平放自行车。我去年开着 ET5T 从上海自驾到海南岛，后备箱就是一个28寸箱子加一台刮车，空间这么生猛。喜欢露营的朋友们，理论上露营也没有问题。后备箱门槛与地板齐平，方便你插入。后备箱盖板下继续提供隐藏空间，厚度没有 ES6 那么厚，但是放个露营椅子的没啥问题。旅行版依旧延续了在后备箱盖板上提供挂钩的设计，方便你吊一个露营灯，顺便晾晒啥的。同时，车内的露营灯依旧可以拆卸，拆下来就是一个露营灯或者一个手电筒。车顶导轨可以安装托乐或者其他品牌的行李架。ET5T 的很多车主们会选择买一个 Motion 3的箱子。
那个箱子要1万块钱，而且也会增加电耗。但是大家喜欢这样的姿态，加上未来能换电，怕什么？3分钟换电就是你远行的保障。3电系统依旧是400伏平台，依旧是蔚来 ES6 EC6 的同款电机，电池容量有75度、100度以及150度可选。大部分车主只买75度，出远门去换电站少的地方才会临时按日升级到100度电池，如果去无人区才会升级150度电池。我的朋友橘子大不了和四姨，甚至开着 1T5T 去过改则到民丰的无人区，电池大，续航长，他们甚至还能在无人区露营，这就是蔚来车主长途出行的底气。虽然蔚来能充电，但是我一般只在家里充，出门在外啥充电体验都会不如换电的。等效40C 的换电站遍布全国，每座站都是换电专属，每台车都要的时间都是3分钟，不用担心前面有个慢车站桩，体验长期一致。去年我从上海开到海南，一路都没有充电，今年浙江、江苏、上海、广东甚至已经完成县线通，安徽也快了。每个县级行政区都有换电站，换电站一定是强规模效应的。在将近7500万次换电、3500座换电站面前，体验胜过一切吹嘘。什么4C、5C 永远比不上换电的40C。至于辅助驾驶，标配 NX9031 自研5纳米神机芯片，区别是 ET9 有2颗互为冗余，2个5只有1颗，性能比现在车型的4款 Allroad X 还要强一点。现款车型即将应用 NWM 未来世界模型 ，NX9031 也会使用上。上一代车型在本月推送 NWM， 全新的 ET5 将在6月份推送。之前我的视频已经展现了 NWM 的一些能力了，地下车库漫游、无需地图、环岛 ETC 都能自己过，城市博弈能力也有所提升，直接一步到位上 NWM， 俗称牛屋妹、牛魔王，学名未来世界模型，端到端之后的又一次跨越式进步。说到辅助驾驶的安全，我还是要请大家看下面这段视频。辅助驾驶下睡着了怎么办？蔚来演示了保命的能力，有的公司连检测主驾有人、方向盘有没有配重块这点基本的能力都没有，卖车的时候恨不得说自己 L5， 出事的时候就怪辅助驾驶退出。蔚来连人睡觉了喊不醒，还在努力的帮你把车辆进行安全停靠、主动解锁、SOS 电话唤醒，连失能都考虑到了，却被黑技术差。有时候确实感到不公平啊！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，每一点安全都值得全力以赴。这句话说起来好听，消费者也爱听，但是做起来呢？我希望在行动的时候，人人都能学蔚来，世界更美好。您好，紧急中心，请问遇到什么紧急问题？以上差不多就是全新蔚来 ET5 以及 ET5T 的完整视频了。这是 NIO 卖的最好的2款车，一度引领行业的2款车，能让我这样的老车主也觉得改进很多。我觉得改款是成功的。现在对于 NIO 的问题，无非是经济周期，人们的手头并不宽裕，不愿意减配的企业会面临一些阶段性的困难。你看上一代清库存的时候，兵哥就没有问题了，销量也上去了。说白了就是好东西匹配上能买的人而已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 ，ET9 因为线控转向以及后轮转向可以实现170公里每小时的爆胎稳定。ES6 跟 EC6 换装了 ET9 的全新胎压传感器，因为蔚来对于底盘预控制器的自研能力，所以 ET5 跟 ET5T 也能实现在125公里每小时下的爆胎控制。这个兵哥还亲自演示过。反正安全这种事情，在硬件约束的极限之内，蔚来都努力的帮你做到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懂买买卖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